8月30号周一，马上要进入新西兰全国最高级别封锁的第3周。因为是essential worker， 大熊同学还是要出差。初春的天气很不稳定，这几天都阴沉沉的，下午又开始下大雨，一直下到第2天。奥克兰西边的一些地区还被水淹了，紧急自然灾害撤离优先级高于封锁的情况再一次发生。这是奥克兰南边的一个小镇晚乌普，调试好设备之后继续往南开。看看这一幕，正好撞上牛群过路。有的牛继续走，有的牛停下来看看你。这景象你在新西兰的乡村一定不少见。新西兰一直被人们称为绵羊国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新西兰目前全国绵羊存栏量大约为2600万只，而在2000年，这一数字高达4000万只。最高峰时是在1982年，那时超过了7000万只。羊的数量减少，一个主要原因是城市扩张，另一个是更多的牧场被用来牧牛，还有不少被改为了葡萄园、奇异果园等农业种植园。所以你能看到，从2002年到2020年，奶牛增长了约20%，达到了620万头，肉牛达到了380多万头。即便如此，这里的人均羊只数量还是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人均大概6只，隔壁的澳大利亚人均大概不到3只。东南方向没再下雨，傍晚的路就好走多了。到达陶坡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歇脚一晚，第2天再继续上路。一早起来看，院子里还有2只孔雀在溜达。过了今晚的午夜，除奥克兰以外的地区将会降到3级封锁，这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去点外卖了。新西兰人很喜欢户外运动，即便是在疫情严重的奥克兰，也经常会看到在路上骑车运动的人。大熊和老艾伦一起出差的好处就是不用开车，不用太赶路，这不中间下来小徒个步，看看风景都是常有的事儿。在新西兰北岛中部，最值得做的有2件事儿，一个是汤加里罗徒步，虽然只完成过一次1天时间的北环线路线，但也是非常值得的。另一件就是冬天一定要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卢阿佩湖滑雪圣地滑雪。看看这右边一片羊，再看看左边一片牛的新西兰大农村，终于从奥克兰市区驱车500公里，到了工作的农场。他们说这次去的这个农场其实是个有点破的农场。这个小农场在布斯，叫布尔斯或者公牛小镇，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北帕默斯顿的西北边，位于惠灵顿以北约130多公里处1号和3号国道交汇处的一片肥沃的农业区。以前自驾去惠灵顿的时候路过一次，当时是公共假日，所有小店餐馆都关门。这次又赶上这2天还在全国封锁，大熊同学只能吃自己带的干粮了。公牛小镇以一名英国殖民者的名字詹姆斯·布尔命名。1862年，他在小镇建立了第1家综合商店。镇上到处都是以公牛命名的标志，像警察派出所、教堂、小医院，还有图书馆等等。你还能看到路边有很多的公牛雕像。第2天，除奥克兰之外的封城已经降到了3级，可以来买咖啡喝了。看这个咖啡馆写着 Level 3的规则，必须要扫码，保持2米社交距离，不能进入室内，无接触支付，可以通过短信订单的方式，以及提醒人们要保持安全。晚上终于吃到了这几天的第1顿正经饭，公牛小镇的麦当劳。看看这些在排队的嗷嗷待哺的车辆。关在牛圈里的这些还是小牛犊，看看这一只好可爱的小牛在望着你。现在这些小牛开始饿得一个接着一个叫的没完。
这是奶牛妈妈们在排队挤奶，看大家都在自觉地排着长队等着产奶。周六完工，开始返回奥克兰。这一路上也没什么吃的，有的小店还没有彻底开门，天天就是吃新西兰最常见的2种食物，派和 sausage， 吃2天就腻了。路过个沙滩，吃不到那就去吹吹海风吧。老艾伦特意买了个冰激凌，迎着海风吃冰激凌的操作可够厉害。陶普湖，新西兰占地面积最大的淡水湖，面积约616平方公里，湖岸长193公里。但其实陶普湖的湖水下面是连绵不绝的巨型火山口。在新西兰生活和旅游的人对这里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这里不仅有美丽无边的湖景和美食，周边还有很多户外娱乐探险活动。到达了奥克兰南部的边界，等待警察检查完毕便可进入。经历了从4级到3级封锁的时间变换，又经历了从3级回到4级封锁的空间变换，大雄同学的出差之行就结束了。